两宋时期的中国啊，一直南北分裂，北宋在河北地区和大辽对峙，南宋在淮河一线和金朝对峙，这是又一次的南北朝。身为一个江南政权，南宋啊始终身处金朝的巨大压力之下。从这一层面而言，南宋的历史又是一部抗金史。那么说到抗金名将，大多数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是武穆王岳飞，但是说到抗金女将，就应该是擂鼓战金兵的一代巾帼英雄梁红玉。中国古代啊有四大美女、四大才女，还有四大巾帼英雄，都是谁呢？花木兰、梁红玉、穆桂英、樊梨花。这四位之中啊，花木兰、穆桂英、樊梨花都算是文学人物，只有梁红玉是如假包换的历史人物。很多人都知道梁红玉擂鼓战金兵、韩世忠、黄天荡大战完颜兀术的故事。那么韩世忠、梁红玉到底是什么来历？梁红玉身为一名女子，她是怎么走上战场？韩世忠生擒方腊，因何军功不显？黄天荡之战明明先胜后败，为什么对于南宋初期意义十分重大？带着这些问题，咱们今天就来聊聊他们的故事。梁红玉最早的身份啊，是京口的一名营妓。京口瓜州一水间，京口就是今天的江苏镇江。宋代的营妓啊，承袭的是唐朝制度。宋太宗赵光义在灭亡了北汉以后，夺其妇女随营。随营干什么呢？由于各个地方州府以及边陲军镇都驻扎了军队，因此有专门的机构营属乐营，负责管理和训练营妓，以便于歌舞佐宴献艺劝酒。服务的对象以将校为主，但是活动范围不限于军营，也可以参加一些州郡的宫宴。营妓是官妓的一种，吃喝等等一应开销由政府负责，同时呢，政府对其约束管理，包括他生活的方方面面。这些人的主要来源，一是世袭的乐工，二是被罚为官奴，三是战乱等因素导致的误坠风尘，四是卖粮为娼。那么梁红玉属于哪一种呢？有记载说她啊是安徽池州人，并且是池州将门之女，从小跟父亲练就了一身功夫，力气很大，能开硬弓200步之内箭无虚发。后来因为方腊起兵，他的父亲贻误战机被斩首，梁红玉呢也就流落京口，沦为营妓。尽管沦落风尘，但是他却不俗不媚，大有侠气，人送外号脚底大王。这是一位热爱摔跤相扑活动的文艺工作者。这些是不是真事呢？这个说法其实出自后人所写的《英烈夫人词记》，基本上没有史料依据，大多是根据他后来的事迹想象出来的。那么换句话说呢，梁红玉的早期经历是比较模糊的，不光经历模糊，甚至连红玉这个名字也是后人编的。在史籍当中，他一般被称作梁氏，没有名字。到了明朝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叫张四维的文人写了一本传奇剧本，名叫《双烈记》，讲的是韩世忠和梁红玉的故事。梁红玉一出场就开门见山的介绍说，奴家梁氏，小字红玉，父王母在，战及教坊，东京人也。从此以后的人们就约定俗成，通称其为梁红玉。或许是因为长期为将校服务的原因，耳濡目染之下，他又顺便学会了弯弓射箭、摔跤、相扑。跟这些人打交道呢，也渐渐沾染了英姿飒爽的一点风采。这可能是这份不太体面的职业带给他的一个意外收获。不过营妓出身啊，对梁红玉最大的意义并不是气质上的变化，而是偶然间认识了一个人，正是这个人的出现，他才最终走向了战场。不说你也知道，这个人就是南宋中兴四将之一的韩世忠。在今天的陕西榆林啊，有个绥德县，绥德县有一个直坊沟村，这里就是一代名将韩世忠的家乡。绥德县有个叫一步岩的山谷，一步岩有座齐王庙，庙里供奉着韩世忠的彩色雕像，金盔银甲，目光炯炯。说人们为什么会把齐王庙建在这里呢？说宋朝的时候啊，一步岩的这个树林里有天不知道从哪儿跑了一匹野马，这个野马脾气很暴躁，经常溜达到官道上，甚至发生了伤人的事件，弄得这条官道无人敢走。
官府没了办法，提出告示，说但凡有能降服这匹野马的，必有重赏。此时的韩世忠啊，是习武多年，正在苦于没钱买马，于是呢，前来接了告示，赤手空拳来到一步岩。他是三找两找，顾不多时，在一处山梁上传了一声嘶鸣，跃出了一匹野马。这马长得不大，但是通体雪白，浑身上下没一根杂毛，唯独4个蹄子是漆黑如炭。人马一照面，各怀心腹事。韩世忠啊，暗自叫好，心说真是一匹好马。马心里呢也合计说，这人到底来干什么？是不是来逮我的？好吧，那就甭管那么多了，我先撂他一蹶子再说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这匹野马好似追风闪电，奔着韩世忠就冲了过来。韩世忠等着野马啊冲下山坡，躲过锋芒的同时，一把抓住马鬃，紧跟着就翻身上了马。那马见状啊，前蹄腾空，想要把它掀下去。韩世忠是两腿夹紧，双手紧紧抓住马鬃。这个野马一看这人不下去，那咱们就跑起来看吧。紧接着就撒开了花，狂奔乱跳，一边跑一边撂蹶子，一直跑到一道山崖前面，眼瞅着连人带马就要坠入深谷。韩世忠腾出一只手，照着马背哐哐捶成好几拳。这个野马最后在距离悬崖不到1步的地方终于停了下来。韩世忠降服了野马，一人一马从此成了忠实的伙伴。一步岩的故事是韩世忠降龙伏虎的第一步，因此后来的人们选择在这里建起了齐王庙加以纪念。韩世忠字良臣，史书记载他是风骨伟岸，目顺如电，早年智勇绝人，能骑生马驹，家贫无产业，嗜酒上气，不可胜减。说生来啊身材魁梧高大，目光如电，家里是一贫如洗，没什么产业。而这个韩世忠呢，嗜酒如命，不拘小节，打小喜欢舞枪弄棒，人送外号泼寒武。有那么一天啊，乡里一个名字叫席三的算命先生神神秘秘的跟韩世忠说，经过反复推演测算，他认为韩世忠啊贵不可言，将来一定会位列3公。这话在今天看来我们都知道所言非虚，可是在当时的韩世忠看来呢，家里穷得叮当乱响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他认为席三啊是在拿他找乐，叮叮咣咣把席三好一顿胖揍。后来谏言难渡，韩世忠啊威震南北，这个席三来到江南依附于他，回忆起当年往事，韩世忠心生愧意，特意给了席三好大一笔钱财，又因为同乡情谊知根知底，安排席三的子侄在韩家军里任职。南宋中兴4将之一的韩世忠，一生可以说是身经百战，10根手指仅于其4，留在身体上的伤疤啊，犹如刀斧刻画一般，数不胜数。有那么一次啊，中了毒箭，这个箭头穿透肌肤，直接钉进了肩胛骨。由于时间紧迫，只能用强弩箭头连皮带肉生生剜了出来。我说这些内容啊，都是出自元朝人所写的《宋史》，字里行间也充满了史家的崇敬赞美。和岳飞一样，韩世忠之所以后来能够出将入相，凭的不是谁的关系，而是提着脑袋在枪林箭雨中冲杀出来的。徽宗崇宁4年啊，北宋和西夏在陕北发生战争。这个时候18岁的韩世忠应征入伍，根据史籍记载呢，他是挽强驰射，勇冠3军，彪悍绝伦的同时还是个刺儿头，年少好斗，多次违反军令，将功补过。平时嗜酒如命，欠下不少酒钱，每出战啊，他总是一马登仙，斩将而还。立了军功，部队会奖励金银，韩世忠就用这些来偿还债务。说这一年，韩世忠跟随统治官党万攻打鄞州，就是今天陕西米脂嘉县一带。刚刚把这营寨安顿下来，准备休息，西夏人突然前来接营，眼见形势危急，主将党万慌了手脚。韩世忠啊是光着膀子，手里拿着一把丈八蛇矛，领着一伙人冲出营帐，拼命抵挡。敌人稍稍退却的空档，离老远看见一员敌将啊，是金甲红旗，周围还有兵丁护卫，看样子耀武扬威，应该是个大官。韩世忠是单人独骑，纵马飞奔，一举将其刺杀，敌众随之大溃。回来以后，通过俘虏才知道，说是被杀的那个人是10军监军西夏的驸马。韩世忠所在的部队啊，他的大帅张申在这之后为他请功，但是宣抚使童贯怀疑其中有假，强行压了下来。
韩世忠由此就失去了一次升官的机会。但是能在万军丛中取上将首级，从此也就威震西北。韩世忠还是个小官的时候啊，有一次被敌人围了城，里不出外不进，为首的俊将犯了难。韩世忠说不用犯难，咱们可以这么着。于是呢，从军中募集敢死队员，来了大概200多人。韩世忠说用不了这么多，只挑选了80个比较精壮的，每人轻装，人手一把斧子。另外又特意留下2个从前当过小偷扒手的。捕熟的部队啊，安营以后有专人站岗放哨，卫兵执勤的地方都备有牛皮大鼓，一旦有什么突发事件，这卫兵就会敲鼓示警。敲鼓的有鼓槌，韩世忠留下那2个小偷啊，就是专门去偷鼓槌的，偷走卫兵的鼓槌，然后又拿起石头扔过来吓唬他。这个卫兵啊，想要敲鼓示警，发现鼓槌已经不见，马上跑向中军大帐报告。韩氏敢死小分队这时候就趁虚深入敌营，跟着卫兵走到一处红色大帐，进去见人就砍，砍个差不多了，一声呼哨，撒腿就跑。等跑回去快到城门口了，对方的追兵也已经赶到了，再回过头来杀个措手不及。看好火候，城上头啊突然鼓声大作，放吊桥，开城门，骑兵紧接着就出城迎头痛击，3下5除2，围城的危机随之迎刃而解。时间很快来到了宣和2年，江南地面啊反了一个方腊，杀掠军民，流毒千里。朝廷调来准备联金灭辽的部队，这个韩世忠呢以偏将的身份跟从王渊前去讨伐。在领兵报到的当天，看到王渊啊背水列阵，这是兵家大忌，不到非常之时，用起来是非死即伤。韩世忠找到王渊，好心提醒说：“将军您统领骑兵，战非其地，这样啊恐怕会腹背受敌。”王渊呢瞟了一眼，问说：“你谁呀？”回答说：“我叫韩世忠。”王渊听他细细讲来，觉得很有道理，当下号令3军把营寨一锯踏出。等打到杭州的时候，韩世忠啊再次让人刮目相看，以2000伏兵将数以万计的一股乱兵杀得人仰马翻，四散逃命。这下呢让王渊由衷的感慨，说真万人敌也。为了尽快剿灭乱党，朝廷有令说能得方腊者不论死活，受2镇节钺。打下杭州以后，韩世忠啊是单人匹马追到了一个名叫清溪洞的所在。一看这个洞坏了，光洞口就有3个，里面更是深不可测，纷繁复杂。后边紧跟着又来了一些他的部下，大家全都一筹莫展。韩世忠下到马来，在周围转悠了半天，偶然间从一个村妇的口中探听了清溪洞的入口。进去以后啊，你得这么走。随后他是挺身提枪，领着部下，也有的记载说的是孤身前往。总而言之，3找2找就找到了方腊的巢穴所在。经过一番厮杀之后，最终将方腊生擒活捉，连带着方腊的妻子、儿女、兄弟，共计39人一并捆绑带出洞来。可是出了洞来以后啊，有更高级的将领辛兴宗等人将方腊接管，功劳也据为己有。可能会有朋友表示疑惑，说看《水浒传》那方腊不是鲁智深活捉的吗？民间还有一种说法叫做武松单臂擒方腊。其实不论是鲁智深还是武松，都是出自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，真正的功劳应该记在韩世忠的头上。只可惜立下奇功却敌不过官场潜规则，功劳最后被上司所夺，他拼命一场也只当了个小小的承节郎。好在韩世忠啊具有陕北人忠义憨直的性格，3番2次被上司压制，心中肯定有所不满，但是他本人啊始终没有表现出来。官场失意却并不妨碍情场得意。就在平定方腊以后，失意的韩世忠遇到了那位追随他一生的奇女子梁红玉。韩世忠、梁红玉到底是怎么认识的？历史上有2个说法，一个呢出自笔记小说《鹤林玉录》，说有那么一天，天刚蒙亮，梁红玉走出家门去往军营，路上呢有一座破庙，这个破庙他平时也都看惯了，可是这天啊只是随便瞟了一眼，却让他吓得3魂7魄，当场丢了一半。居然看到一只老虎蜷缩在庙里，那个老虎好像在睡觉，呼噜声清晰入耳。梁红玉吓到半死，原路返回家里，叫来一大帮人，再去那个庙里边一看，
哪里是什么老虎啊，原来是一个英武的军汉。这个军汉正是韩世忠。因为朝廷啊有功不赏，韩世忠借酒消愁，醉倒在破庙之中，看上去是要多潦倒有多潦倒。可是梁红玉啊细细打量一番之后，却认定韩世忠是个英雄，对他芳心暗许，还把他带回家中。从此这世上啊也就多了一对英雄夫妻。大老虎的说法太过于神奇，人们并不怎么相信，所以后来的《英烈夫人词记》又讲了另一种说法，说有这么一天，征方腊的部队任务圆满完成，潼关下令摆酒庆功，大赏3军。这个宴席就摆在了梁红玉所在的妓馆。韩世忠以承节郎的身份坐在末席，本来居功至伟，到头来被人抢走功劳，难免郁郁寡欢，只顾着闷头喝酒。这个妓院的风气啊，向来是踩高捧低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失意的人本来是没人理睬的，但是梁红玉一双慧眼却偏偏锁定在了韩世忠的身上。他心里很纳闷，要看着这个人好像意气消沉，但是却又英姿不减。哎呀，这个人气场可太强了，强到足以概括在场的所有高级将领。再仔细一打听，原来他就是孤身秦方腊的那位，他叫什么来着？哦对，叫韩世忠。梁红玉是慧眼识英雄，同时也深深为他感到不公。这么样一位英雄好汉，朝廷不喜欢，我喜欢。梁红玉不是个事事仰赖别人的女子，她心里很有主见，早就已经暗自攒了好几年的钱，这会儿好钢用在刀刃上，拿出积蓄给自己赎了身，从此心甘情愿地追随韩世忠，就如同当年的鸿福夜奔一样。这俩故事哪个更接近事实呢？其实可能都是浪漫故事而已。事实上，韩世忠一共有4位夫人，除了第一任正妻白氏以外，其余3位都是歌妓出身。更大的可能啊是娶妓为妾，原本就是当时的社会风气，也符合韩世忠的个人趣味。而对于梁红玉而言啊，嫁给一位军官做妾从良，也是一种相当合理的婚姻选择。嫁给韩世忠可能并不一定像故事中那样浪漫，但对梁红玉来说却至关重要，因为她从此进入了军营。这也就回答了我们开头的问题，一对天造地设的夫妻，又赶上一个能够让军人发挥才干的大时代。北宋啊一直是重文轻武的，但是经过靖康之乱建言难渡，风雨飘摇之际，军人的作用也就凸显了出来。时间来到南宋建炎4年的正月，渡过大江的金国官兵啊，对潮湿气候、纵横密布的江河湖泊无法适应，而江南广大军民的奋起抗击，更使得金军倍感艰难。四太子完颜兀术在无可奈何之下，宣称搜山捡海已毕，下令撤兵北返。首先在明州纵火屠城，一时间啊，这个城内是浓烟滚滚，惨叫连连。好好一座明州城，最后呢，只有东南角的佛寺和偏僻街巷偶有居民幸存下来。接着呢，到了临安，完颜兀术啊，更是下令洗城，自州门杀人，而四余放火，大火冲天而起，3天3夜是烟尘不绝。繁华富庶的江南地区就这样遭遇了一次空前的浩劫。由于掳掠的财物太多，路上行走不便，金军啊放弃陆路，改走水路。他们沿着浙西运河北撤，经秀州去平江府、常州，准备由镇江府渡过长江。金人长于骑射，但是不习水战，这一离开战马，登上战船，给南宋军民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报复机会。上一年7、8月份啊，金军南下的时候，朝廷紧急调兵遣将，严守长江附近各个要镇。已经是御营3大将之一的韩世忠，这个时候被封为浙西制置使，镇守的地方就是镇江。建康沦陷之前，有人建议啊，让韩世忠充任两浙江淮守御使，全面负责从镇江到苏州、常州一带的防御。宋高宗赵构担心他会和杜充争衡，没有同意。等到建康失陷，杜充投降，完颜兀术是分道渡江，诸屯皆败。韩世忠也选择避其锋芒，把城中储备全部装船，军民人等分头撤离，焚其城郭，退到了江阴。探听了消息，得知金人一路占领州县，大肆劫掠。韩世忠知道金军啊坚持不了多久，将前军驻扎在通惠，中军驻在江湾，后军驻海口，想等金军北归的时候予以重击。这年3月初，韩世忠听说金人已经到了平江，
他是立刻移师镇江，在大江中间的焦山寺列开阵势，磨刀霍霍，静静等待完颜乌竹的到来。3月15，金军抵达了镇江。完颜乌竹此前啊，在海上颠簸连月，苦于找不到宋军的踪迹，不能痛痛快快打一场水战，正遗憾万分。听说前面出现宋军船队，不由得又惊又喜。惊的是居然有宋军不知死活，敢这样拦住我的去路；喜的是呢，这下终于可以过一过打水战的瘾了。于是呢，派遣使者与韩世忠取得联系，两人约好日期，要一决雌雄。客观的讲啊，对于宋朝而言，阿骨达的四太子完颜乌竹是一个相当可怕的敌人。搜山捡海抓赵构，这一路上驰骋江南，如入无人之境。从小就在军中行走，战场的应变能力极快，骑兵战术使用精湛。论及军事能力，这是一位可以和历史上许多名将相媲美的人物。但是要论水战，在韩世忠的面前就差得太远了。此时双方的兵力对比啊，乌竹有精兵10万，韩世忠只有8000多人。还没有正式开战之前啊，韩世忠料定金军会到附近金山龙王庙去探查自己这边的虚实，于是又命令偏将苏德领200人埋伏在庙里，又安排了200人埋伏在岸边，说好以鼓声为号。听到江上的鼓声以后，岸边的伏兵先出，岸兵出完，庙兵再出。没2天的功夫，金军果然登上金山龙王庙，一共来了5个人，最中间的身披红袍，胯下一匹白马，鼓声随之响起。结果呢，庙里的伏兵高兴过了头，先行冲了出来，最后5个人只抓住2个，那个红袍白马的掉下马来，又纵身一跃跳上马，狂奔逃脱了去。回来再问被俘的那俩人，才知道这个跑的这个红袍白马的这个就是完颜乌竹本人。又过了2天以后，双方在长江上展开了一场恶战。只见江面上旌旗蔽日，喊杀连天，两军初一交锋，金军箭如雨下，韩世忠兵力有限，一时之间眼看就要处于下风。这可怎么办？刚开打，这气势不能输啊！就在这么个紧要关头，忽然一阵战鼓声响，咚咚咚从一艘大船上传来。只见韩世忠的妻子梁红玉脱去铠甲，丢掉头盔，威风凛凛站在船上，冒着眼前纷纷落下的箭雨，雷响战鼓，号令三军。这个鼓声啊，就是冲锋的信号，也是部队的灵魂。8000壮士听到梁夫人的鼓声，马上重整旗鼓，发起冲锋。双方战船你来我往，恶战将近10个回合。韩世忠给完颜乌竹好好上了一课。只见他亲披甲胄，手舞长枪，站在船头与金人交战，最后只打得金兵全线溃退。焦山寺之战啊，只是黄天荡之战的前奏。此时完颜乌竹对韩世忠态度也发生了变化，但是为时已晚。乌竹被韩世忠围困在黄天荡的噩梦才刚刚开始。焦山寺之战结束以后，韩世忠并没有被胜利的喜悦冲昏头脑，依然加强部署，针对金军的弱点，他临场发挥啊，研究了一种新的打法。金军小船居多，而宋军呢多是大船。韩世忠让人准备了一种大铁钩，钩子连着铁链，两军交锋，用力抛出铁钩，勾住对方船只以后，己方战船上有小校们同时用力拖拽，金军的小船就会随之倾覆。这种方法一拽一个准，使得金军更加没有还手之力。完颜乌竹啊，这才知道自己碰上了硬茬，派使者向韩世忠表示愿意把掳掠来的所有金银财宝全部留下，只求能让他过江。结果呢，遭到了韩世忠的坚决拒绝。乌竹紧接着表示愿意献上大量的宝马良驹，只希望能放他一条生路。在乌竹看来啊，英雄必爱宝马，可是韩世忠不接这个茬。乌竹碰了一鼻子灰，满脸迷茫，只好从镇江沿江西上，韩世忠在后面紧追不舍。金军在淮南战场上的完颜昌啊，很快派来援兵，于是援兵在江北，乌竹在江南，韩世忠在江中，来回抵挡，丝毫不落下风。到了晚上，双方激战，但是韩世忠麾下的战舰来去如飞，绕着金军大营前后左右来回乱窜，数里之内能听见击拓的声音，而且是响彻通宵，给金军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。双方战战停停，停停战战，不知不觉就来到了黄天荡。黄天荡啊，相当于水面上的一处死胡同，能进不能出。
完颜乌竹被困在黄天荡以后，前后48天再也没能从正面突破韩世忠的防线。双方在黄天荡再次爆发激战，金军数千艘小船冲向韩世忠大营。韩世忠这边是严阵以待，命令用大船勾小船，金军的小船随之迅速沉没。乌竹又命令放箭，但是面对宋军高大的战舰，这个时候放箭也只能是徒劳了。这一回合金军伤亡极大，完颜乌竹大败以后，亲自爬上船头，一个劲儿的请韩世忠出来谈谈，态度极为诚恳的再次求和。韩世忠呢也很爽快的答应，同样站在船头高声喊话，说交还我两宫皇帝，恢复我国疆土，我必然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这个事儿乌竹哪里做得了主呢？他是一时语塞，会谈就此谈崩。乌竹很无助，被韩世忠毒死在了黄天荡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粮草一天比一天少，士气也低落到了谷底。远远看见宋军的海船乘风驶鹏，往来如飞。这位在陆地上驰骋惯了的一代名将满含悲戚地对众将说，南军使船如使马，奈何呀？说宋朝的人们操纵船只好像我们骑马一样，这样下去可如何是好啊？无可奈何之下，只能重金悬赏。建炎4年的4月乌竹得到了福建人王氏的建议。这个人侨居健康，开米铺为生，卖米途中经过黄天荡，在重赏之下告诉乌竹往船里装上土，在船帮开洞，船上面铺满木板，这样人就可以在船里划桨，不受箭矢伤害。专等没风的天气出江，有风的时候千万别动。为什么这么安排呢？因为宋军的海船都是依靠船帆行走，没风的时候就会失去动力。这种情况下，再用火箭射过去，必然可以不攻自破。乌竹听从了他的建议。4月25这天是风平浪静，乌竹召集众将士，找来一匹雪白战马，在船上割喉沥血，又从军妓中挑选了一名年轻有姿色的妇人，开膛挖心。随后乌竹割破自己的额头，让鲜血遮蔽双眼。做这3件事是为了祭天，祈求老天爷保佑自己作战胜利。随后号令3军驾船出江，用火箭攻击宋军的船只。韩世忠本来是做的水陆两栖作战的准备，将士们全副武装，战马都是铁面皮甲，每艘船上有兵有马，还有各种粮草辎重。赶上这天风弱帆缓，海船行动不便，再一遭受火攻，顿时人仰马翻，被焚烧坠江而死者不计其数。远远望去，这个江面上是一团团烈火燃烧着，火船顺江而下，金人不断以轻舟追击，金鼓之声震动天地。韩世忠遭遇败绩，麾下战将孙世群、严永吉力战而死。可是即便取得这样的胜利，完颜乌竹仍然脱身不得。宋军依旧封锁着江面，这个防线还是没法从正面突破。就在乌竹一筹莫展之际，又有一位宋监为他献上计策，说黄天荡的深处有一条老灌河故道，挖通这条河道就可以直达长江上游。完颜乌竹顿时来了精神，发动全体的将校士卒前去挖河，没有敲镐就用刀剑，结果一夜之间挖通河道，逃出升天。等到韩世忠这边发现的时候金军早已绝江而遁。黄天荡到底在哪儿？随着时间推移，历史演变，这个地名早已经消失不见。早几年的时候根据有关学者的分析考证，认为黄天荡的大致位置应该在现在江苏南京龙潭镇的三江口。黄天荡可能已经没入江中，也可能变成了滩涂和陆地。龙潭有一条便民河，应该就是当年完颜乌竹挖通的河道。黄天荡之战是南宋初期为数不多的一场战役。尽管在前中期宋军取得了巨大胜利，以区8000人抵挡了10万金军的进攻，还将完颜乌竹及其残部围困在黄天荡整整48天。但是最后金军借助外力得以逃脱，最后宋军这边实际上是先胜后败。应该说这场战役对双方都有影响。对于南宋而言呢，在黄天荡之前，金军横扫千军，无人能挡，战事一开，往往是宋军一触即溃。黄天荡之战发生之后，韩世忠奋力抗击，增强了南宋军民抗金的信心，使得朝廷加大了对抗金的支持力度。表现最明显的就是赵构。
从之前一味求和逃跑，转而认为今东金人南来，似有可胜之理。此后在绍兴年间，韩世忠、岳飞、张俊、刘光世、吴玠等人在抗金战场上对金军展开坚决打击，并取得了一些战役的胜利。不得不说，都深受黄天荡之战的影响。而对于金朝而言，黄天荡让金军付出了一定代价，但是并没有伤及根本。韩世忠的威名传到了北方，金朝上层开始慢慢认识到南宋军队军力的变化，继而对南宋朝廷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。原本一味进攻的这个策略，到了绍兴时期逐渐从武力压迫变成了谈判和武力压迫并存。再有就是黄天荡使得金军的兵锋从此止步于长江沿岸，再也没能侵入江南地区。即便到了绍兴年间两国军事冲突激烈的时期，金军也仅仅突入两淮地区，没能打过长江。到了完颜亮南侵的时候，40万大军打算过江灭宋，被于允文率领的南宋军队打败，金军仍旧无法染指江南。说完颜兀术逃出了黄天荡，打退了韩世忠的追兵，黄天荡被死死围困，让兀术终生难忘。而在来到健康地面以后，他即将遭遇一支此后让金军闻风丧胆的军队。这支武装的人们和他们的主帅有一个共同的信仰，总结起来呢就8个字：精忠报国，誓杀金贼。好了，感谢您收看收听，这是烽火赵东南慢聊两宋烟云的第13集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。本期节目到此结束，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。